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明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《极地暗杀》的第4集。约翰在基地外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，因为全身烧焦无法辨认，约翰差点以为那就是自己的爱人艾妮卡。可是米克却告诉他，尸体可能另有其人。而当约翰听到尸体可能不是艾妮卡的时候，情绪十分激动。他找到亚瑟，询问当天发生的情况。亚瑟告诉他，当天艾巴被炸死后，艾瑞克和大家发生了冲突，其中海瑟中枪身亡，梅基腹部也中枪了。幸运的是，他在艾妮卡和小丘的帮助下，成功的取出了子弹，活了下来。而后艾妮卡和亚瑟以及拉蒙想要去附近的北极星5号基地，也就是亚瑟当年带队伍做研究的基地。虽然北极星5号基地在8年前的一场大火被毁，但是可能有希望找到通讯设备。随后艾妮卡和亚瑟想找一些电池，但是却被艾瑞克全部拿走。三人在仓库发生了争吵，艾瑞克开枪威胁二人，随后转身离开。艾妮卡和亚瑟在仓库中找到了一些手电筒，随后带拉蒙一起前往北极星5号基地。约翰了解了情况，他询问亚瑟基地外的尸体到底是谁。亚瑟告诉他，那就是莎拉，昔日5号基地大火中唯一一个遇难者，他也是由亚瑟带来这个基地的。约翰找到同事，开始询问北极星5号的昔日资料，了解了当年的那场大火。他兴奋地找到梅基询问一些事情。开始米克告诉他，梅基刚刚服下了镇定剂，需要时间休息。但是约翰为了尽快找到自己的爱人艾妮卡，他让米克把梅基叫醒。自私的他根本不在乎梅基的身体，他只想了解事情的真相。迫于无奈之下，米克只能用药物唤醒了梅基。醒来后的梅基告诉约翰，当日自己从医疗室醒来，只见了小修在自己的身边。艾妮卡三人已经离开了基地，前往了5号基地。自己害怕跟艾瑞克待在基地里，也决定和小修一起前往5号基地。二人来到资料室，找到了5号基地的坐标地图，并发现了 V 字标志。原来 V 字标志就是5号基地的代表符号。随后梅基和小修猜测，幕后凶手可能就是为了引大家去5号基地。梅基询问小修自己能不能相信他，因为梅基看过他的医疗记录，小丘有暴力倾向和精神方面的问题。小修随即讲述了自己的故事，为了能进5号基地跟亚瑟一起做研究，自己一直保持高度紧张的学习，他需要拿到更高的分数才可以进入团队进行研究。可是后来自己在考试中发现自己的好朋友居然作弊，这让他十分气愤，为此他打了好朋友一顿。于是梅基选择相信小丘，二人骑乘雪地车离开了基地，追赶艾妮卡几人。约翰听完他的讲述，又去找亚瑟求证。在这里，约翰质问亚瑟，凶手诱导大家去5号基地，而梅基8年前还小，根本没有这样的动机做这样的事情，唯有这样的动机的人只有亚瑟。亚瑟冷笑地质问他，不要忘记5号基地的幸存者不是只有自己，还有艾妮卡。亚瑟觉得约翰自私地将凶手放在自己和梅基之间，却把艾妮卡排除在外，这是十分不公平的。约翰争辩称自己非常了解艾妮卡，但是亚瑟却告诉他，当初艾妮卡还是助理的时候，因为不满领导霸占他的研究成果，居然公开揭露此事，这本是行业里的潜规则，可是艾妮卡不懂得遵守，因此没有人敢找他工作。后来在5号基地做研究的时候，艾妮卡和亚瑟也发生过摩擦，但是艾妮卡并没有放弃研究，离开团队，因为她有野心。一个有野心的人干什么干不出来。约翰不相信自己的妻子就是凶手，他气愤地离开了亚瑟的房间。他再次询问梅基，梅基告诉约翰，他和小丘追上大家之后，几个人来到大厅，艾妮卡回忆着昔日的场景，忍不住伤感了起来。大家在四处寻找的时候，发现了当年被烧死的莎拉。艾妮卡有些自责，因为莎拉是自己招来的，亚瑟只能在一旁安慰她。随后在行进的途中，梅基故意弄断自己伤口的缝线，让大家先走，自己留下来，而后转身去查看莎拉，却发现莎拉是被人杀死的。但是约翰却不相信梅基说的话，因为当年梅基根本不在现场，如今面对焦炭一般的莎拉，是根本无法判断莎拉的死因的。但是梅基坚定地告诉约翰，自己就是知道莎拉是被人害死的，因为亚瑟等人回到5号基地只是为了寻找一件血衣，他们回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毁灭证据。到底血衣是什么证据？此时的艾妮卡是不是还在5号基地呢？最终的凶手又是谁呢？我们下集接着看。我是小明，我们下集再见。声明：我从未在国内的视频平台上上传我的视频。如果你在国内的视频平台如西瓜、B 站看到了我的视频，那么一定是搬运的。我也尽快会在国内的视频平台开通我个人的账户。